叶晨听到隐约的引擎声时，其他3个女孩子都一头雾水。这里除了风声以及风吹动地面冰雪产生的沙沙声之外，完全听不到别的声音，怎么会有直升机？况且他们到了科考站，与北欧科考队员对接的时候，也听他们说起过，南极的冬季直升机极少启动，除非有事关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否则绝无可能冒险启动，稍有不慎，有可能就是机毁人亡。不过既然叶晨说听到了，他们也都相信叶晨肯定不是随口说说。于是林婉儿开口说，或许是其他科考队的直升机在执行任务吧。叶晨说，如果真出动直升机执行任务，想来大概率是有人受伤了。说着他又皱眉说，直升机好像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了。此时几十公里外，吴寒宫出动的直升机正在沿着定好的路线搜索，他们在直升机上挂载了空中的冰雷达，全功率对下面的冰盖进行探测。他们既定的航线最近处距离北欧科考站大概有几公里左右，因为要对冰盖进行探测，所以他们还要精准控制直升机的高度，不能距离地面过高，所以几乎就是尽可能贴着地面飞行。随着那架直升机越来越近，云如歌和宋如玉也相继听到他的动静。云如歌问叶晨，叶先生，我们是先回去，还是在这里等着看一看？等等看一下吧。叶晨说，他们一路飞这么远，不像是来救人的，毕竟这么极端的天气，谁会派人出来执行这么远的任务？好，几人都决定在原地等一等，看看究竟是哪个国家的科考直升机会在这时候如此大跨度的执行任务。由于吴寒宫的科考直升机要进行勘探，所以直升机移动的速度并不快。4人等了很久，才有一架直升机出现在极光笼罩的天空之中。虽然距离还有几千米，但叶晨还是一眼看到了机身上硕大的红色圆形，诧异道，看来是日本的直升机，他们这个季节出来忙活什么？林婉儿想起什么，说，公子闭关的时候，奴家有看过一些关于南极的新闻，好像日本科考队今年启动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南极冬季科考，据说科考站都满编，甚至快超员了。哦，叶晨也觉得奇怪，说，咱们来过一次，所以咱们清楚这大冷天的，就算一些国家有常年战还在运行，但也都是减少队员以保证物资充足，毕竟想供应一次物资也不容易，甚至现在根本就进不来。日本这次搞这么大规模，他们的物资储备能够用吗？林婉儿摇摇头，这个奴家就不清楚了。不过公子说的有道理，就算他们能通过科考船带来大量物资，但是科考站的规模是摆在那的，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科考站，首先燃油的储备就有明确上限，而且储油罐的施工很麻烦，不但整个储油罐设备需要直接从其他州运过来，那些配套的保稳设备、传输管道也要运送到位，油罐要从船上卸下来运到科考站，还要挖一个很大的坑埋进去，这绝对不是冬天能完工的。他们并没有对外公布过科考站扩建的信息，忽然来这么多人，油料物资恐怕就不够用的，更何况他们还这么大规模的动用直升机。奴家这几天也看过地图，大概知道其他一些国家科考站的位置，从日本科考站飞过来至少300公里，他们的直升机不但没回头，还在继续往前，这一趟恐怕就要消耗大量燃油，难道日子不过了？到时候几十号人没燃油发电取暖，岂不是要出人命？叶晨觉得林婉儿说的有道理，于是便道，我找人帮忙打听一下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日本人打算在这个冬季大肆在南极搞科考，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麻烦。林婉儿点点头，说，公子是不是要找伊藤小姐帮忙？对，叶晨笑道，菜菜子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他的人应该能搞清楚日本到底想在南极搞什么大动作。随后他一边招呼3人返回科考站，一边用卫星电话给菜菜子打了过去。电话接通，菜菜子惊讶又惊喜地问，
叶晨君此刻是在南极给我打的电话吗？是，叶晨微笑道，现在还在南极的极光下，正在往回走，好浪漫。菜菜子不禁感叹一声，随后问他，叶晨君打电话来，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的吗？叶晨直截了当地说，菜菜子，我希望你帮我调查一下日本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南极科考，究竟是在搞什么名堂？如果能弄清楚他们这次的探测任务就更好了。菜菜子当即说道，没问题叶晨君，我这就让人去了解一下。伊藤家族在日本的影响力不亚于三星家族在韩国的影响力，他们不仅在民间和资本界有着强大的能量，在各个政府部门甚至内阁里都有大量眼线。这次日本的南极科考虽然已经高度保密，但这个保密等级对伊藤家族来说就像一层窗户纸，伸伸手就能捅破。于是菜菜子很快就回了电话，告诉叶晨，叶晨君，我刚才让人了解过了，这次日本在南极的科考表面上是史上最大规模，但其实是因为一个人为事故。人为事故？叶晨便问他，具体什么情况知道吗？菜菜子说，知道，是新下水的科考船运送冬季执行任务的科考队员去了南极，打算卸下人员和物资补给，就带着夏季的科考队员返回。但是他们因为需要几天时间运输物资，船的动力系统又突然出了短时间内无法修复的故障，现在船已经被冰封住，远远超出了破冰能力，所以只能连人带船都滞留南极了。为了不搞出丑闻，所以才对外宣布是故意为之。叶晨眉头皱得更紧，说，如果是2倍人员滞留在南极，那物资油料应该比较紧张才对，怎么会这么铺张浪费，直接飞直升机了？你再帮我问问日本那边，直升机是在执行什么任务？这边的科考队员应该要向日本本国上报吧？菜菜子便说，叶晨君稍等，我再问问关于直升机的事情。好的，菜菜子，辛苦你了。叶晨等了一会儿，菜菜子回来电话，有些震惊地说，叶晨君，日本文部科学省说，他们没有看到直升机有起飞记录。如果你刚才看到的真是日本科考站的直升机，那只能说明他们故意隐瞒了直升机的动态信息。叶晨更是不解，首先是科考队员滞留，其次是科考队员瞒着国内调用直升机，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情况。于是他问菜菜子，日本科考船不是被滞留了吗？有他滞留的位置坐标吗？我想过去看一看。